当地时间9号，北约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开幕，援乌成为重点事项。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北约还将成立总部设在欧洲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由一名3星级上将进行领导。北约峰会当地时间9号在华盛顿开幕，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本届峰会也是北约最新扩员及瑞典、芬兰加入后的首次峰会，会期持续3天。除各成员国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乌克兰也获邀出席。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决定不参加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而是派出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参会，这被舆论解读为北约吸引力下降的表现。在峰会一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重磅消息。Today, I'm announcing the historic donation of air defense equipment for Ukraine. And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intend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dozens of additional tactical air defense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sure that when we export critic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Ukraine goes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据悉，美方将与北约盟友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等向乌克兰提供4套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以及意大利的1套 SAMPT 反导系统。后者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生产，可以跟踪最多100个目标，并同时与10个目标交战，具有部署程序简便等特点。美方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中近程防空系统。白宫发布的文件透露，相关交付计划由美国统筹，将总计提供数百枚拦截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And just today, the NSPA signed new multinational contracts for Stinger missiles worth almost $700 million. 据悉，这7亿美元的毒刺导弹生产合约将授予北约成员国，由他们制造这些武器并交付给乌军。毒刺导弹在俄乌冲突初期就被送往战场，是一种便携式地对空防空系统。外界注意到，由于拜登在6月就已经透露相关计划，因此外界预判在北约的武器交付之前，成为俄军空袭乌克兰的窗口期。就在此次峰会开幕前一天的7月8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发起了大规模空袭，发射了多枚远程导弹。会上，北约多国宣布正在向乌克兰交付首批 F-16战机。美国方面称，首批美国制造的 F-16战机正在从丹麦和荷兰运往乌克兰，今年夏天就可在乌克兰升空执行任务。挪威首相斯特勒10号表示，挪威将在今年向乌克兰交付6架 F-16战机。荷兰国防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荷兰将额外拨款3亿欧元为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弹药。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长期要求北约国家提供美制 F-16战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等武器不会改变俄乌冲突前线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北约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机视为故意发出的敌意信号，并强调这些 F-16战机将像其他北约武器一样被俄罗斯摧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北约会在未来数天宣布在德国设立一个由3星将领领导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主要负责培训乌军，同时还将派出1名高级代表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美联社报道，乌克兰还将在华盛顿开设一间武器办公室，强化与美国的国防工业联系。And we're committed to stand with them for the long term so that Ukraine has an effective defense and deterrent capability against any future aggression it may face down the road. 泽连斯基这次也赴华盛顿参会，他9号抵达后，首先前往华盛顿特区一处纪念馆前献花，悼念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大饥荒中失去性命的数百万乌克兰人。泽连斯基还获邀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实际上，他在赴美之前就向北约喊话称，不要等到冬天才来帮助我们。外界认为，这明显是对北约去年以来深陷援乌疲劳症表达不满。这场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峰会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拜登宣称，今天的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北约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防御性联盟。The best way to prevent war from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is exactly through that commitment. Because a would-be aggressor understands that if they take on one country, they've got to take on all of them. That's why 75 years later, NATO has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defensive alli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对此，《华盛顿邮报》认为，虽然北约隆重庆祝成立75周年，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它的未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近来欧洲多国选举以及正处于竞选最激烈时刻的美国大选，为这次峰会前景增添了许多变数。法国记者更是在报道中直言，本次峰会毫无新意。En somme, rien de vraiment nouveau pour ce sommet qui ne suscite pas beaucoup d'enthousiasme auprès des principaux dirigeants.